What's up, guys？ 这次呢，很开心呢，能够在工作中呢使用到很棒的 X Pro 2。很早以前呢就使用过 X Pro 2，不过那是刚好在婚录的时候，我遇到搭档呢使用富士的 X Pro 2呢，当时呢就非常喜欢 X Pro 2的影像素质，在整体的发射上呢非常浓厚的富士感受，非常柔顺的肤色，比较温暖的IPM 表现，以及适当的彩度的呈现呢，都让影像第一眼就虏获了观众的心。而这次呢比较长时间，总共6小时的工作期间呢，对 X Pro 2进行各项操作以及各项调整之后，有几项特别让我喜爱的地方。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机身的质感，它的黑漆整个持握感呢非常的优异，整体拿起来非常的轻量，可是非常的舒适。它的手柄虽然非常的薄，可是拿起来这种稳定性以及长时间操作给人家信赖感。在阳光下看到它黑漆的光泽质感，跟它这种细腻的完成度呢，就非常的赏心悦目。另外呢，就是它的 LCD 呈现出来的画质非常的令人喜欢，就是拍摄的成果呢充满细心。当然，它的固定式萤幕保证了机身的密封性以及它的可靠性。不过现在来讲，密封式的 LCD 呢，在拍摄的时候依然会在一些均匀角度上显得必须格外辛苦，必须要爬上爬下，或是依照一机幕的最大可视角去做各种观察。但是呢，它其实是有一层抗反射的镀膜在，所以其实在阳光下它有一定的可视性，不会说在阳光下呢就一片反射的阳光而看不见荧幕的内容。即便是它没有翻转荧幕，但是呢，我依然热爱使用它来进行各式各样的构图的尝试，因为它的 LCD 看起来画面真的太漂亮，因此我对这台相机呢在使用 LCD 拍摄的时候的操作性呢是抱持肯定的态度。对焦的速度呢，也比我之前习惯使用 XT1 快非常多，基本上跟目前主流的单反、无反都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对焦速度。唯一比较不足的是，它的内辨识呢依然是属于比较没那么稳定，有时候会 miss 掉一些人脸的辨识。但大部分的创作或者是工作上，它的对焦系统就已经可以让人家充分的运用在各式各样的题材上面。另外不得不提到一点，就是它具备了2.5寸的音源输入，像这样的顶级的旗舰机来做影像的录制呢，也未尝不可。毕竟它具备了音源输入，可以让你完整的创作一项影音作品，呈现出来的画质呢是令人信赖而且可靠的。身为富士的第2代旗舰，机身上的各项操作呢都是非常标准而且便捷，比较宽的机身，所以它按键呢完全是合理的分布，不会挤在一起。不管是 AFL、Q 键AEL 对焦的方式的切换、快捷键、Delete 键、Display 键都非常就手，各个按钮的分布呢非常均匀，不会让你觉得说按键挤在一起会误触的感觉。考虑到一定的人体工学，因此呢，它在使用的时候是非常的直觉的舒适，也适合长时间。不管是随走随拍或是拍摄特定任务的时候的操作，对焦摇杆在这个第2世代的旗舰上搭载对焦点选择性，以及后面可以按压的 Command 键，操作性有灵活运用空间。同时 X Pro 2它的发射非常精准的呈现出底片。富士底片应该有的色调，高光呢，或是暗部的色调调整呢，我还是习惯将暗部的色调呢，用减2的方式来获取更多暗部宽容度的色调的呈现，也在让古迹的拍摄呈现出很微妙的暗处细节呢，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在暗处减2的操作，在拍摄人像的时候，也能够很好的体现出东方人肤色那温润的感觉。
X-Pro 2也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用的地方，比如说它的 WiFi 连线常常在跟我的 iPhone 8连线的时候呢，讯号很容易断线，容易延迟。它的金属外壳的屏蔽啊，或者是我的 iPhone 8的收讯比较差 ，WiFi 连线拍摄的操作体验呢是比较差的。另外一点比较不顺手的地方，也有可能是操作习惯问题。在使用 XC 系列，比如说15 to 45体验上也是会比较差。比如说回放观看的时候呢，镜头的电动变焦呢就会开始把镜头缩小。要拍摄的时候，电动变焦镜头又回到最广角的焦段。除此之外啊，整体的操作感，甚至是快门钮的回馈啊，以及它的机身的选单跟反应速度呢，都可能符合所谓的摄影爱好者，甚至对摄影拍摄有一定要求的用户，都会感受到它的 Pro 原来有致，在很多细节上面呢，都考虑到专业热爱摄影的相机爱好者一台好相机应该有的设置想象。在操作这台相机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深刻感觉到设计者所赋予它细致的内涵。